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周一的晨光透過落地窗，灑在新銳廣告28層的開放式辦公區。設計部的梁如雪端着咖啡走過走廊，聽見會議室裡傳來新經理彭英瑞鏗鏘有力的聲音：公司不需要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的人。玻璃門內，那個西裝笔挺的身影正用銳利的目光掃視着在座的部門元老。梁如雪輕輕抿了一口咖啡，苦澀的液體劃過喉嚨。她知道，這場醞釀已久的風暴終於要來了。3天後，8封解僱信同時送達，其中包括他這個普通設計師。人事部裡，梁如雪平靜地簽完最後一份文件。彭英瑞站在門口，眉頭微皺：“手續都辦完了，你怎麼還不走？”梁如雪抬起頭，唇角揚起一抹意味深長的弧度。窗外，城市的輪廓在夕陽中漸漸模糊。他輕聲說道：“公司是我家的，我走哪去？”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清晨7點40分，梁如雪刷開新銳廣告的玻璃門禁，前台小趙抬頭露出職業性微笑：“學姐今天這麼早，有個提案需要最後修改。”梁如雪晃了晃手中的 U 盤，腳步輕盈地走向設計部。她的工位在靠窗的角落，桌上除了一台蘋果電腦，還擺着幾盆多肉植物。最顯眼的是那個略顯陳舊的相框，裡面是他大學時與父親的合影。照片上的馮衛國笑容溫和，完全看不出是這家估值數十億的廣告公司創始人。小雪，幫我看下這個配色方案。同事李敏推着轉椅滑過來，梁如雪接過平板電腦，仔細端詳着上面的設計稿。客戶是嬰幼兒品牌，用亮黃色會不會太刺眼？他說着，拿起觸控筆，輕輕調整了幾個色塊，試試這種柔和的鵝黃色，再搭配淺灰藍，更有親和力。李敏湊近屏幕，眼睛一亮，果然舒服多了，還是你有眼光。梁如雪微微一笑，目光不經意間掃過走廊。市場部的新任經理彭英瑞正大步走過，深灰色西裝，剪裁合體，步伐堅定。這是他空降的第3周，公司內部已經流傳開關於他的種種傳聞。聽說這位彭經理是馮總高薪挖來的狠角色。李敏壓低聲音：“年薪100萬起步，還帶着整個團隊空降。”梁如雪輕輕轉動手中的鋼筆，沒有接話。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父親的用人標準。彭英瑞確實有過人之處，28歲帶領前公司團隊拿下國際大獎，業內人稱廣告鬼才。但父親在決定聘用時，也曾流露出些許擔憂。這個人能力很強，但太過鋒芒畢露。9點整，部門會議準時開始。彭英瑞站在投影幕布前，目光如炬地掃過全場。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是公司的功臣。他的開場白很客氣，但語氣冷硬。但市場不會因為過去的成績而手下留情。幻燈片切換，顯示出近3個季度的業績曲線。幾條代表業務增長的紅線都在緩慢下滑，客戶流失率上升，創意作品同質化嚴重，這些都是危險的信號。會議室裡鴉雀無聲，幾個老員工不自然地調整着坐姿。梁如雪坐在後排，安靜地觀察着這個即將改變公司格局的男人。彭英瑞的演講很有感染力，每一個數據都精準有力，但在他犀利的言辭背後，梁如雪察覺到一種急於證明自己的焦慮。所以從本周開始，市場部將進行結構性優化，
這句話像一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。會議室裡響起竊竊私語，具體方案我會在評估後公布。散會。彭英瑞合上筆記本電腦，頭也不回地走出會議室。梁如雪最後一個離開，在門口遇見財務總監程玉婉，這位跟隨父親打拼20年的元老，此刻眉頭緊鎖。小雪，今晚回家吃飯嗎？你爸最近血壓又有點高，告訴老爸按時吃藥，我周末回去看他。梁如雪輕聲說道。程玉婉欲言又止，最終只是嘆了口氣。公司要变天了。午休時間，員工餐廳裡人聲鼎沸。梁如雪端着餐盤，找了個靠窗的位置，慢慢吃着蔬菜沙拉。隔壁桌幾個老員工的談話聲隱約傳來。聽說新官上任3把火，第1把就要燒到我們這些老人頭上。業務部的謝濤聲音很大，帶着明顯的不滿。我在新銳幹了12年，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。周秋生推了推眼鏡，語氣謹慎，少說2句，隔牆有耳。梁如雪低頭攪拌着沙拉，耳邊響起父親上周的話：如雪，你在基層待了2年，應該比我看得更清楚。公司需要新鮮血液，但也不能寒了老臣子的心。父親說這話時，正在書房擦拭那幅天道酬勤的書法作品，那是公司成立時第1團隊集體送的禮物。彭英瑞是個試金石，我要看看他如何平衡改革與穩定。現在這塊試金石已經開始發揮作用。梁如雪抬頭，正好看見彭英瑞獨自坐在餐廳角落。他吃飯的速度很快，眼睛還盯着手機屏幕處理郵件。與其他高管的圓滑世故不同，彭英瑞身上有種格格不入的直率。這種特質在廣告行業既是利器，也可能成為致命傷。梁小姐，彭英瑞不知何時走到她桌前，手裡端着咖啡杯。彭經理，梁如雪禮貌性的點頭。我看過你上個月為美妝品牌做的視覺設計，很有靈氣。彭英瑞的語氣是純粹的欣賞，顯然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。謝謝，只是本職工作。梁如雪保持着一個普通員工應有的謙遜。有沒有興趣參與新季度汽車品牌的提案？我們需要新鮮創意。彭英瑞的目光銳利，仿佛能看透每個人的潛力。這是我的榮幸。梁如雪微微一笑，望着彭英瑞離去的背影，她若有所思地攪動着咖啡。這個男人確實有能力，但缺乏對這家公司文化的理解。新銳廣告不是普通的企業，它承載着太多人的夢想。下午3點，設計部接到緊急任務。彭英瑞要求重新制作全部產品宣傳冊 ，deadline 定在明天中午。開什麼玩笑？這至少要3天工作量。李敏忍不住抱怨。梁如雪已經打開設計軟件，先做起來吧。抱怨解決不了問題。他分配任務條理清晰，幾個年輕設計師都安心下來工作。這種與年齡不符的沉穩，曾讓程玉婉感嘆：你真像你父親年輕時候，加班到晚上9點。梁如雪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，電梯裡，她遇見正要下班的彭英瑞，還沒走。彭英瑞有些意外，宣傳冊還差最後校對。梁如雪按下負1層的按鈕，你很敬業。彭英瑞難得露出笑容，公司需要更多這樣的員工。電梯鏡面映出2人並肩而立的身影。梁如雪輕輕地說：因為這家公司值得。周五的部門會議氣氛凝重，彭英瑞站在白板前，上面寫滿了新的績效考核標準。即日起，所有項目實行末位淘汰制，
他的話像冰錐一樣刺進每個人心裡。連續2個月，績效墊底的小組負責人自動離職，設計部主管張明額頭冒汗。他今年45歲，家裡剛換了房貸。梁如雪注意到，彭英瑞說這些話時沒有任何猶豫，仿佛在他眼中，員工只是實現目標的工具。另外，公司決定優化部分崗位。彭英瑞打開文件夾，取出一疊文件，以下是經過評估需要調整的人員名單。會議室裡安靜的能聽到空調的運轉聲。梁如雪輕輕轉動手腕上的玉鐲，這是母親留下的遺物。父親曾說，母親最擅長在危機中保持冷靜。念到名字的同事，會後請到人事部辦理手續。彭英瑞開始宣讀名單，每個字都清晰冰冷。業務部謝濤、周秋生，設計部王芳、李靜。被念到名字的人臉色煞白，有人已經開始小聲抽泣。梁如雪平靜地看着這一幕，手指在桌下輕輕握緊。他理解父親為什麼要進行這場殘酷的考驗。新銳廣告確實需要改革，但方式很重要。以上8位同事，感謝你們對公司的貢獻。彭英瑞合上文件夾，語氣公式化。人事部會按照勞動法規定進行補償。散會後，梁如雪在茶水間遇到失魂落魄的謝濤。12年，我為公司拼了12年。謝濤握着茶杯的手在發抖。老謝，也許這是新的開始。梁如雪遞給他一包紙巾。小雪，你還年輕不懂。謝濤苦笑，我們這個年紀，出去還能做什麼？梁如雪沉默地泡着咖啡，熱氣模糊了她的視線。她想起謝濤女兒滿月時，父親親自去祝賀的場景。那時公司剛走上正軌，大家都像一家人。現在，謝濤的工位上已經擺好了紙箱。下班前，梁如雪收到程玉婉的短信，名單上有你。簡短4個字，卻包含着太多未言明的信息。梁如雪回復：按流程走。關閉手機，她站在落地窗前，俯瞰城市夜景。父親的良苦用心，他比任何人都明白。這不僅是對彭英瑞的考驗，也是對他這個繼承人的歷練。周一早晨，梁如雪像往常一樣準時到崗。他的辦公桌上放着一封正式的解雇信。李敏紅着眼圈走過來：小雪，這太不公平了，公司有公司的考量。梁如雪平靜地拆開信封，辭退理由寫着：崗位優化需要。冷冰冰的6個字。他開始整理個人物品，動作不疾不徐。多肉植物要帶走，相框要仔細包好。設計資料留下，需要幫忙嗎？彭英瑞不知何時出現在隔斷旁。謝謝，不多東西。梁如雪繼續手上的動作。彭英瑞似乎想說什麼，但最終只是點了點頭。你的能力很出色，我會給你寫推薦信。不必了。梁如雪微笑拒絕。在人事部門口，他遇見正在爭執的謝濤。我要見馮總。我為公司立過汗馬功勞。人事經理面露難色。馮總在出差，這是正常的人事調整。梁如雪安靜地排隊等候，前面幾個老員工都在激動地理論。輪到他時，人事經理明顯鬆了一口氣。梁小姐，這是你的離職證明和補償金明細。梁如雪快速瀏覽文件，簽下名字。整個過程不到10分鐘，乾脆利落。小雪，你就這麼認了？謝濤難以置信地看着他，強留也沒有意義。梁如雪收起文件，她抱着紙箱走向電梯，在門口遇到匆匆趕來的程玉婉。我剛剛才知道。程玉婉氣喘吁吁地說。
梁如雪用眼神制止他繼續說下去。程總監，以後設計部的新人還要你多費心。程玉婉會意的點頭，眼中閃過複雜的神色。電梯門緩緩關閉，隔絕了辦公室的喧囂。梁如雪看着樓層數字不斷變化，心中異常平靜。這場戲才剛剛進入高潮，離職手續比想象中簡單。梁如雪坐在公司樓下的咖啡廳，慢慢品嘗着拿鐵。窗外，幾個被辭退的老員工聚在人行道上，激烈討論着。謝濤揮舞着手臂，顯然在表達不滿。周秋生則不停地打電話，可能再聯繫下家。梁如雪打開筆記本電腦，開始整理這2年的工作筆記，從最基礎的設計助理到獨立負責項目，他收穫頗豐。父親說得對，只有從基層做起，才能真正理解這家公司。一個人，彭英瑞的聲音從頭頂傳來，他手裡也端着咖啡杯。彭經理也來喝咖啡。梁如雪合上電腦，換個環境思考問題。他在對面坐下。你不像其他被辭退的人，應該哭鬧還是求情？梁如雪輕笑。彭英瑞審視着他，你太冷靜了，冷靜得不像個普通員工。或許我只是找到了更好的出路。梁如雪攪拌着咖啡，奶沫在杯中轉出優雅的漩渦。說實話，辭退你是我最艱難的決定。彭英瑞難得流露出真實情緒，但你太年輕，資歷最淺，我理解，裁員總要有人犧牲。梁如雪的目光越過彭英瑞，望向街對面的公司大樓，那是父親半生心血凝聚的地方，每一塊玻璃都映照着夢想。如果你願意，我可以介紹你去朋友公司。彭英瑞的話讓他有些意外，這不符合他一貫的作風。謝謝，但我想休息一段時間。梁如雪看了眼手表，下午3點15分，再過45分鐘，父親應該結束午休了。那麼，保重。彭英瑞起身離開。梁如雪看着他挺拔的背影消失在玻璃門外。這個男人有才華，但缺乏溫情，而廣告行業最需要的就是觸動人心的溫度。他撥通父親的電話，一切都按計劃進行。電話那頭沉默片刻，你覺得他怎麼樣？一把好刀，但需要合適的刀鞘。彭英瑞站在辦公室落地窗前，俯視着車水馬龍的街道。裁員計劃執行順利，雖然引起了一些波動，但他相信這只是改革必須經歷的陣痛。秘書敲門進來，彭總，這是辭退員工的補償金匯總。彭英瑞快速瀏覽文件，簽字時筆尖沒有任何猶豫。馮總來電，說明天上午9點召開董事會。知道了。彭英瑞眉頭微皺。這位神秘的最大股東很少直接干預公司事務，突然要求開會，恐怕與這次人事變動有關。他打開電腦，開始準備匯報材料。數據是最有力的武器，他要證明改革的必要性。市場佔有率提升3個百分點，客戶滿意度提高，這些實實在在的成績應該能說服董事會。但內心深處有個聲音在質疑自己的決定，特別是辭退梁如雪時，那個女孩太過平靜的反應，仿佛早就預料到這個結局。彭英瑞搖搖頭，甩開這個荒謬的想法。他需要集中精力準備明天的會議，這可能是他職業生涯最重要的時刻。如果得到大股東的支持，他的改革計劃將暢通無阻。如果反對，他不敢想象後果。晚上8點，彭英瑞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，經過設計部時，他注意到梁如雪的工位已經清空，只有桌角留下一盆小小的多肉植物。他鬼使神差地走過去，
發現花盆下壓着一張字條：澆水不要太勤，耐旱的植物最怕溺愛。娟秀的字跡，像是在暗示什麼。彭英瑞把字條揉成一团，又慢慢展平。這個叫梁如雪的女孩，從頭到尾都像個謎。第二天清晨，梁如雪比平時更早來到公司，她直接上到30層的董事長辦公室，這裡有她專用的休息間。程玉婉已經在等她，馮總半小時後到，董事會成員都通知到了。梁如雪換上準備好的套裝，除了彭英瑞，其他人都知道今天的議題。程玉婉幫她整理衣領，動作輕柔的像母親。我有點緊張。梁如雪深吸一口氣，你準備2年了，是時候接過這副擔子。程玉婉眼中閃着淚光。你媽媽要是看到。梁如雪握了握她的手，拿起桌上的文件袋。8點50分，她走向人力資源部。離職手續還需要最後一道程序，交回門禁卡。人事經理見到她時明顯緊張。梁小姐，其實按流程辦。梁如雪遞上門禁卡。就在這時，彭英瑞大步走進人事部。他見到梁如雪，顯然很意外。你怎麼還在這裡？來辦最後的手續。梁如雪平靜地說。彭英瑞看了眼手錶，董事會馬上就要開始了。他似乎想到什麼，語氣緩和下來。需要我幫你叫車嗎？梁如雪微微一笑。不必，我認識路。他拿起簽完字的離職文件，向門口走去。彭英瑞看着他從容的背影，突然感到一絲不安。這個女孩的表現太反常了，完全不像被辭退的員工。梁小姐，他忍不住叫住她。梁如雪轉身，目光平靜如水。手續都辦完了，你怎麼還不走？彭英瑞問出困擾他一天的問題。梁如雪唇角揚起一抹意味深長的弧度。窗外朝陽正好升起，給他的輪廓鍍上金邊。公司是我家的，我走哪去？梁如雪的聲音很輕，卻像驚雷在彭英瑞耳邊炸響。他愣在原地，一時無法理解這句話的含義。就在這時，他的手機急促響起。彭總，馮先生已經到會議室了。秘書的聲音帶着前所未有的緊張。彭英瑞看了眼依然微笑的梁如雪，轉身衝向電梯。他必須趕在董事會開始前做好最後準備。電梯裡，他反覆檢查着匯報材料，額頭滲出細汗。那個女孩剛才說的話，一定是個惡劣的玩笑，可能是被辭退後的精神失常，或者故意擾亂他的心神。對，一定是這樣。彭英瑞強迫自己冷靜下來。電梯停在30層，他深吸一口氣，走進會議室。長桌旁已經坐滿董事會成員，唯獨主位空着。馮先生呢？彭英瑞問身旁的程玉婉。財務總監露出神秘的微笑，馬上就到。會議室的門再次打開，所有人的目光齊刷刷投向門口。走進來的卻是梁如雪，她換了一身剪裁合體的深色套裝，步履從容。各位久等了，她的聲音清晰有力。彭英瑞震驚地看着她走向主位，優雅入座。這是怎麼回事？他忍不住站起來。程玉婉輕輕按住他的手臂。這位是馮衛國先生的獨生女，梁如雪小姐，同時也是馮先生持有的51%股權的實際控制人。會議室裡鴉雀無聲，幾個知情的老董事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梁如雪目光掃過全場，最後落在彭英瑞蒼白的臉上。彭經理，請開始你的匯報。彭英瑞站在投影幕前，手指微微發抖。他從業以來第一次在重要場合失態。台下那個年輕女孩平靜的目光，比任何質疑
都令人窒息。這是本季度業績數據。他的聲音乾澀無力。梁如雪輕輕抬手打斷：這些報表我們都看過。他轉向其他董事：今天會議的重點是討論公司的人事決策。彭英瑞感到後背發涼，他終於明白這是個局，一個針對他管理能力的終極測試。彭經理，請你解釋辭退8名老員工的標準。梁如雪的語氣平和，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威嚴。基於績效評估和崗位優化需要，謝濤連續3年業績達標，周秋生剛獲得行業大獎。梁如雪翻開面前的文件，這些人的貢獻數據無法體現。彭英瑞艱難地吞咽着口水。改革需要犧牲，犧牲的為什麼總是最忠誠的員工？梁如雪的目光突然變得銳利。還是說，你需要的只是聽話的新人？會議室裡響起竊竊私語，幾個原本支持彭英瑞的董事開始動搖。我在基層工作2年，比任何人都了解這家公司。梁如雪站起來，走到窗前俯瞰城市。新銳廣告能有今天，靠的不是冷冰冰的數據，是每個員工把公司當成家的歸屬感。他轉身看向彭英瑞，而你正在摧毀這種文化。彭英瑞張了張嘴，卻發不出任何聲音。他精心準備的所有說辭，在這個真相面前都蒼白無力。現在，請各位董事對彭經理的去留進行表決。梁如雪平靜地宣布，仿佛在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表決結果出乎彭英瑞的意料，7名董事中5人贊成他留任。為什麼？他難以置信地看着梁如雪。因為你的能力確實出色，只是需要正確的引導。梁如雪示意他坐下。我父親常說，人才就像玉石，需要打磨，但不能破壞內在的紋理。他打開會議室的大屏幕，播放一段精心制作的視頻，裡面記錄着每個被辭退員工的工作點滴。謝濤連續加班72小時完成緊急項目，周秋生冒着大雨去客戶公司修改方案，還有梁如雪自己在無數個深夜完善設計稿。改革是必要的，但方式更重要。梁如雪關閉視頻，會議室裡一片寂靜。我建議成立新的事業部，由彭經理負責。他的目光掃過在場每個人，被辭退的員工可以自願加入，給他們3個月時間，用業績證明自己的價值。這個折中方案獲得全場通過，連彭英瑞都心悅誠服。散會後，梁如雪單獨留下他。你很驚訝？他泡了2杯茶，動作優雅。我以為你會開除我。彭英瑞誠實地說，公司不是戰場，不需要你死我活。梁如雪遞過茶杯。我父親選擇你，是看重你的魄力，但廣告業的本質是傳遞溫暖，不是製造恐懼。彭英瑞第一次低下驕傲的頭顱。我明白了。夕陽透過落地窗，給會議室鋪上金色光輝。梁如雪站在窗前，身影挺拔如竹。這一刻，他不再是那個普通的設計師，而是真正接過父親衣缽的繼承人。樓下的街道車水馬龍，每個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，而他的路從一開始就與這家公司緊密相連，因為這裡不只是一家企業，更是承載着夢想的家。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